志明哥，现在中东伊朗附近是什么？战云密布，随时一触即发就要来开战了。我们看到2艘航母已经开来了，该支援的、该调动也都来了，龙虾、牛排也都吃了。就随着最后一声响 ，bang， 真的就要开战。结果你说不对哦，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开战，原因竟然是福特号，这连《华尔街日报》都在报。福特号现在出现了什么马桶危机了？的确，我们常听到开战的这个会听到的一句常听到的话，就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对，哦，大家都觉得说那个钱赚翻了，赚翻了。但这一次大炮一响，我要跟你说的黄金万两。也真的是黄金，但是是不一样的黄金。好，如果还没吃饭的这个观众朋友，你要知道，那个黄金会让人家闻了这个真的是眼鼻呀，赶快窜逃。而这些状况就发生在美军这个世界上最大吨位超级这个10万吨以上的超级航母福特号航母。对，因为现在你看到画面上的都是因为黄金问题所引发的变。对，福特号不是里面最强的吗？最先进的吗？就你说你里面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你看到那些污水啊、废水都已经淹到了他们这个一般的其他的船舱或起居室哦，你就知道说，现在福特号为什么这个已经抵达了这个东地中海，也就是在希腊的那个它的一个北约的军事基地苏达港那个地方，克里特岛这边，它距离这个中东热区伊朗大概只有2350公里的航程，其实只要一下令就可以开打。那为什么不赶快开打呢？林肯号航母也在波斯湾地区那边的这个阿拉伯海接近波斯湾那边已经这个正戈带弹救命了，已经这个就位啦。那原来福特号这种超级航母竟然发生了官兵4000多名，将近5000名官兵，他们要上厕所，舰上有650个马桶，但是马桶出现状况，他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大小便。对，那而且船上还没有那个男生的小便斗那个设计，那是因为美国的政策是 DEI， 就要一律性别平等，都要用马桶。那650个马桶全舰分成10个区，每一个区大概至少60几个马桶。那只要一个区的其中一个马桶故障，真空管它是连通的哦。对，那会造成整个福特舰上面一大片区整个宕机，整个没办法使用。那你没办法用的话，平常排队上厕所你要排半个小时到2个小时，因为你看到连《华尔街日报》都报道，错过葬礼跟马桶堵塞，部署到伊朗，让美国水兵啊身心俱疲啊。那葬礼当然是在讲说这个官兵他们这个家族有这样的一个很忙碌，他没有办法去出席家族的这个重要的大事。那马桶堵塞又是怎么一回事？《华尔街日报》就提到说，福特号的这个连续2次延长它的部署时间，舰上的马桶又一直故障，所以导致官兵的士气低落，许多在船舰上的这个官兵啊感到愤怒又沮丧，而这些人就说啊，希望在这一次部署之后，我要嘛就让我离开福特号航母，我不要在这艘舰上服役；要么你干脆让我离开整个美国海军。太可怕了！所以这已经变成船上所有人的这个梦魇。所以美国媒体的报道，难不成川普一方面打谈，要这个威胁伊朗，你不谈，我福特号这些航母军机全部都要去轰炸你，要打你。一方面是不是因为变危机，导致军方在回报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美国总统川普的时候？这一些这个马桶造成他们没办法正常的作战啊！有没有搞错？这一艘是130亿美元，新台币4160亿元，最先进的东西，马桶竟然出问题，4000多亿元新台币造成了一艘超级航母福特号。你要看看去年3月一封电子邮件，船上的总工程师就在发 email 的时候通知其他人说，这个如果你要现在去赶快用厕所的话，赶快去。他发 email 的时候大概是中午的时候，他说1点半，你现在就赶快去，要不然马桶系统损坏的话，预计要停机大概2个小时。这个小时，这个是正常的，这还是去年的事情。对，你要知道，大概从2023年到现在3年多以来，福特号航母因为马桶问题故障发出了这个请求协助的这个请求啊，已经高达42次。对，光是在去年2025年就已经有32次，那光是现在2026年1月到现在2月就已经有2次了。那所以你看这么高的这个记录，让这些这个马桶每天造成官兵的困扰，然后要去抢修马桶的工程师，他每天要花19个小时，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其他19个小时就泡在马桶里面，都在修马桶，而且短4天呢，就曾经报修过205次，205次马桶故障坏掉。我再跟大家讲，其实这个邮件在总工程师发出的过程当中，他曾经透露，因为福特号航母上的这个马桶的真空收集、储存跟这个传输排污系统非常的先进，对，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它的真空管线很狭窄，所以加上有些在军的官兵啊。
我不晓得为什么老美这些美军官兵就大小便就正常嘛，但是你为什么要在里面丢 T 恤？然后为什么要在里面丢120公分长的绳索？我不晓得你要在里面干嘛。你丢绳子在里面干嘛？你丢你的 T 恤，你丢内裤我还可以理解，你把 T 恤丢进去，你导致真空管它本来就那么窄，那你丢进去它塞住的话，它根本没有办法排啊，所以才会产生反涌现象。反涌就是它本来把它排污到大海里面，已经造成大海的污染哦。它甚至会涌过来，涌到这个船舱。所以刚刚给大家看的一些影片画面啊，有的船舱，有的这个起居的空间啊，都会有他们那个污水、废水排过来，导致有点反涌到那个船舱里面去，它就没办法排出去。或许观众朋友们看到现在会觉得奇怪，那为什么他不用那个一般的船舰我们常听到的冲水式的马桶，而是因为它为什么要用真空式的？因为呢，如果你用冲水式的一般冲水马桶，它必须要用很多大量的淡水。对，那福特号航母为了作战任务的需求设计呢，它不能用太多的这个淡水。你要用太大量的淡水，它动辄出去外面部署，像这一次部署就超过7个月。对，你哪有那么多的淡水？然后你要用很多的这个管线，会妨碍它战斗系统，还有它的整个管路的设计。所以它就跟一般的这个油轮一样，豪华那个几万吨的油轮取经。真空收集系统 VCHT， 我们平常去搭飞机或什么，有类似这样的，没有水，一按下去，咻一下，没了，就是那个概念，就是那个真空收集系统。一般的飞机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看到的那个油轮，搭那个几万吨、十几万吨的油轮出去，就是那种真空马桶。但是商用型马桶的客人多半是规规矩矩啦。但我不知道福特号的这个官兵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你可以把 T 恤丢进去，那换句话说，敌人比如说伊朗，他派一个特工丢个邦宝适在里面马桶，不就塞住了？那你就没办法作战啊。不是他还在那边准备飞弹干嘛？他等于是越豪华的马桶，这次反而就出大事了。所以。这边就被点出来几个问题：一，当初设计的时候呢，你的马桶设计数量不够多，只有650个，那可是船上有将近5000个官兵，然后又再加上分成10个片区，一个片区只有60几个马桶。第二，真空系统，因为虽然飞机上跟我们看到了这个豪华型的邮轮常常用，但是呢，它对于这种军舰呢，福特号这种超级航母，它过于脆弱，只要其中一个马桶，厕所马桶后面的控制阀，其中一个它坏掉了，它会连带影响到那一个片区的60几个马桶全都坏掉。那你要修的话，就会影响到整个官兵的作息。第三，你要修马桶可以，要靠港。我刚刚说停到希腊克里特岛的这个苏达港可以修，不行，苏达港只能让它补给后勤物质，它不能把船舱部分重要的这个拆开来大修，它必须回到它的母港维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军港去整个重新修一遍。而且你要知道，为了修这些，怕它堵住，每年还要花至少40万美元去栓洗。大家说栓洗为什么？就是用强酸性的这个溶液啊，把它排进去，把那些管线梳洗一遍。那为什么要栓洗？因为这些马桶里面的东西，如果你不把它冲洗一遍的话，会堵塞住，会钙化，会沉积。那所以呢，它已经栓洗过10次，也就是花了400万美金，1亿多台币这样洗。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才说哦，原来老美延迟开打，会不会跟福特号航母的这个马桶便危机有关呢？瑞哥，我们刚刚看到福特号的马桶危机之外，但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现在伊朗到底打还是不要打？你看到最近讯号非常非常多，这个联席会的主席凯恩直接说没有打，没有打，没有打。结果川普气炸，他说假新闻，你乱讲，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那这是现在最妙是什么？连披萨指数、赫格赛斯都可以讲，那是可以操弄的。我搞不太懂，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动手了？那么凯恩说的没有错了，凯恩说的最主要是啊，那么包括标2、标3跟标6的飞弹呢，当时在护航，当时在保护这个以色列，那也在对付这个也门的反抗军的过程当中啊，大量的消耗掉。然后呢，那么有包括爱国者飞弹呢，提供给乌克兰啊等等啊，也消耗掉部分的弹药。所以他说的也没有错，他说的是啊，为了整体的战略，也就是美国的那个弹药仓啊被搬走了一大部分嘛，他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弹药仓以备不时之需。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他不建议打了以后要冒很大的一个战争的风险嘛。对。但是你对川普这种人，这种狂人来讲，假新闻管你那么多，他生气了。三军统帅是我，不是你呀！你可以私底下跟我报告，但是这些话不能传出去。所以呢，现在呢，那么包括美国战争部长啊，就直接讲了嘛，
外界媒体都在用这个五角大厦外面那个披萨指数，就是如果我要打之前，我会很多人进驻，那就叫很多披萨。他今天就故意讲说，好，那我就故意来扰乱你啊。那我以后呢，那么故意在我的手机的 APP 叫一大堆披萨，对，让你们搞不清楚，这当然也是气话啦。不过打或是不打，会在2天后决定。哦，为什么是2天后？今天24号。对，那么26号呢？美国跟这个伊朗的代表即将在瑞士进行第2波的核谈判。对，如果谈判破裂的话，那爱面子的这个等于川普啊，他不打行吗？现在林肯号也好，现在福特号也好，那现在所集结的兵力是那个伊拉克战争了以后呢，最多的兵力耶，40%的空军跟这些相关都布阵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呢，这些中东的兵力在中东的国家呢，就算基地设在我这里，请你不要动用我的这个基地起飞的飞机去炸这个伊朗哦。对，因为伊朗说谁提供给美军，他连他都炸。你说他不想产我不要浑水里面，到时候我在产油国伊朗2颗飞弹来把我的这个等于说储油槽给炸了，那我怎么办？所以呢，他会绕着走。所以现在呢，你看索马利兰就美国老大哥，我就免费提供我的军事基地给你用。对，你就来我这边，虽然离得远一点啦，在南边离得远一点。那当然问题就来了。那么事实上呢，这次剑拔弩张不是开玩笑的。为什么呢？因为4架电战机可以完全干扰的已经都进驻了。对。然后呢，单在约旦的这个空军基地呢，就有60多架各样的这个战斗机啊。那么 F-35也好啦 ，F-22也好啦 ，F-16这些，反正你能够想到的都已经进驻了。对，就在今天，伊朗的一个人在衰啊，结果莫名其妙一架伊朗的军事直升机无缘无故自己掉在自己的菜市场的那个下面啦。这也太离谱！你说这边已经这么多都已经部署好了情况之下，今天直升机跌下来了，到底是怎么跌的不知道。但是这一架伊朗的这个军事直升机呢？上面2个飞行员跟掉下来压死了2个那个菜市场里面的人啊，还有伊朗其实很怕美国打。那么现在包括萨德系统跟一些爱国者飞弹呢，都已经进驻到在中东的这些美军的基地，全部都进驻到。也就是说，不管打不打，我得摆出我要打的样子。但是如果伊朗愿意屈服，为什么呢？之前不是杀了6000多个到12000多个的伊朗人民吗？对，这2天很奇怪，有一段时间伊朗人民都不敢再上街来抗议嘛。这2天突然间，从伊朗的大学的大学生跟女大学生全部都出来抗议，又开始了。而且这女大学生直接比中指来骂这个的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何梅尼，为什么之前杀了那么多人沉寂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伊朗的这些大学生突然间又起来，而且最可怕的是，他这一次呢所提的就只有2个字，简单明了的2个字，叫做自由。自由就是何梅尼最怕伊朗人要争取的东西嘛，所以打或不打不知道。不过2天后谈判破裂，川普的面子何在？对，我们也希望伊朗你就投降。伊朗你就在问题就在川普的钻地弹摧毁了这个核子设施的那个地方，他偏偏又用大量的这个混凝土把它全部修补完毕了。你说他又原本已经炸成这个样子，他要把它修补完毕了。看到这个图，他用混凝土，他后来又变成这样了，不一样了。你知道你这个就是挑衅的行为嘛？你这个就挑衅，就是说我还要继续用，你有种你再来炸一遍嘛？那对。川普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但他可以在一夕之间变故，他也可以在突然之间，对不对啊？就算你有3艘航母齐聚，他可以说不打就不打。但问题是面子要做给他。如果你羞辱川普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美国的宪兵老大，但随时可以翻脸变成美国的大流氓。请问老师，如果真的是2天后就是这个所谓的决胜期，真的决战期的话，那现在对于伊朗来说，他要靠的当然是希望能够俄国跟中国可以帮忙。结果今天中国真的被揪了出来，他真的有在帮伊朗他帮了他什么？他说我们的这个北斗卫星系统很强，我们来帮忙你来监督美国的军舰，甚至还有什么一大堆的跟踪美国的航母给你的伊朗，甚至还有什么反隐形雷达。
现在怎么一瞬间通通都被抓出来，都被抓到了？这当然是老美这个对外放出了个讯息，是他们放的。对，在告诉你说，哎，这个美国来讲已经抓到了你中国背后偷偷协助伊朗的证据。对，但问题来了，你仔细去看这个反隐形雷达是什么东西？YLC8B， 对，似曾相识吧？就是委内瑞拉那一座，一模一样嘛。也就是说不能用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 work。哦，那今天呢，告诉全世界说，哦，北斗系统，北斗系统误差至少多少，你知道吗？100公尺以上。对，也就是说它不是很精准的，你可能要打这个航母，你可能打到旁边的这个小渔船。对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美国刻意的放出这讯息出来，就告诉全世界没有错啦。中国在背后有偷偷支持伊朗，但是伊朗这些东西呢，都是很烂惨的东西，都是不能用的东西，反而是被笑的。那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要去抓这个隐形雷达，在隐形雷达系统你要去抓什么 F35嘛，对不对？对。你要抓 F22，对不对？但是你都是抓不到的。中国今天被抓了，抓的主要的目的在告诉你啊，你今天美国已经盯着你了，你不要给我轻举妄动。你今天就算你之前提供这个东西给伊朗，但是这些东西都没有用的东西，那你后续要再提供什么东西给伊朗呢？你等着瞧。为什么呢？4月不是川普要到中国访问吗？如果4月川普到中国去的时候，拿出一大堆证据来给习近平看，你这个到底提供给伊朗什么东西，然后提供给俄罗斯什么东西啊？然后这时候我给你算总账，对，这时候中国是不是要付出的更多？好了，那现在不是只有给伊朗而已了，中国也在协助俄罗斯啊。那今天在白俄罗斯来讲的话，在2年前被抓到了中国的国营企业，就是所谓的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啊。对，就是这一家。对，这家公司呢，跟白俄罗斯军工国企ZTEM 这家公司合作，直接在白俄罗斯开出生产线，生产什么东西呢？就122毫米的火箭弹。那这个火箭弹呢，直接1年可以在这个白俄罗斯境内呢生产出大概将近12万发。对。然后呢，因为俄罗斯1年基本上大概要将近用到200万发左右，所以呢，今天来讲的话，这个就占据了大部分的。大概是将近有1/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炮弹，1/5就是中国跑到白俄罗斯帮他开产线弄，对，而且这不是开玩笑，然后再转运到俄罗斯这个地方来，这不是开玩笑哦。你可以看到，这是日经亚洲它的调查报告直接出来的哦。他说，中国国际企业协助俄罗斯盟友新建弹药工厂，完全都被摊在阳光底下了。对，但是问题是什么？中国也是故意要赚钱啊！中国还要求白俄罗斯说，我帮你生产这些东西啊，然后原物料啊，技术人才啊都协助你。那你要支付我多少钱？基本1年来讲的话，将近2680万美元。但是这些钱呢，你用人民币付。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中国想要叫对方说，我今天给你援助款也好，我给你什么东西也好，你要去调人民币给我的意思，也就要让人民币国际化的概念。中国它刻意在输出它的这个技术之外，输出它的这个炮弹的这个生产之外呢，间接协助俄罗斯也被抓包，然后同样的伊朗也被抓包，对，也被抓包。但是同时间呢，他也吃定了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这些他们的好兄弟。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